我是上海人，我曾经在北京生活过7、8年，现在已经有4年没有见到我的小孩了。我从大学开始就意识到喜欢寝室室友，所以就自己消化了自己是同性恋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挣扎，只是突然有觉得说，哦，原来是这样，就觉得其实还是蛮开心的，就觉得说，哦，有道理哎，就因为之前可能跟男生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好朋友，但是我跟男生可能在情感方面就感觉有点问题。然后当我接触到一个让我很喜欢的女生之后，我就觉得很水到渠成，你就觉得愿意亲近她，觉得舒适。虽然我们2个人没有正式交往，但是她让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说原来我是喜欢女生，让我觉得更舒服，所以这个发现让我觉得很开心。个人的一个认同已经完成了，就交往了其他的女生嘛，然后大学毕业之后第一个女朋友也就正常恋爱，因为也有好的时候，也有分手很糟糕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有一点是 OK 的，就是我不藏着掖着。对，就比如说我跟初恋女友分手的时候，我很痛苦，那我没有掩盖自己的情绪，而是就回到家里之后正常的宣泄自己失恋的痛苦。当然我没有提我为什么，但是我的痛苦是没有藏起来的。当然我也很庆幸我的父母啊，包括奶奶啊，他们其实都很善良，他们也没有强迫我去聊很多东西，只是说陪着我。那么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有看到我非常的难受，他们很心疼，但是他们也不忍心问你东西，问你这个事情是为什么。但是他们经历过这一段之后，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你有什么不能跟我们讲的，但是他们没有强迫我说，觉得也 OK， 因为我按照自己的一个方式去生活嘛，也会接触一些同志的朋友啊，然后跟一些同样的小朋友一起交流活动，杂志啊、刊物啊，然后一些宣传册子，包括当时有很多的纪录片、电影等等的，我家里都有，直接放在桌面上啊，或者是怎么样，很容易就是随取随看的。然后书啊，我都直接放在书架上面。家里面逐渐有很多这样的东西之后，爸爸妈妈其实他们有会看到，可能你不在的时候，他们也去打开看或者怎么样，他有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那可能过了几年之后，然后他们自我完成一个就是自我消化之后，突然有一天爸爸妈妈跟我吃饭，是在外面的餐厅里面。当时我也没觉得氛围有什么不对的因为我跟爸爸妈妈不在一个城市生活，突然就提出来，就是说我们知道你好像就喜欢女生哈，就反正他们一下子上来就开门见山挑明了，没有心理准备，对，你就觉得是平常的一餐饭嘛，然后就我就被顶在杠头上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很紧张，然后但是他们的态度让我觉得他们不是来骂你的，他们可能真的是来想跟你交心的。那其实他们在一边说，我已经开始哭了就因为很感动，因为之前也有听到过很多人出柜的故事嘛，大家都是好像出的还蛮尴尬的，要么被动的，主动的话就是可能劈头盖脸的，或者是被骂了，或者是离家出走了，就反应都会很大。那我其实是没想到，就突然这么平常的一个日子，爸爸妈妈自己来跟我出柜，就在我以往的经验是没有听到过的。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就是他们很爱我你就觉得这是出于爱的，就是他们可能不太理解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外面有很多的人其实是跟你是一样的这样生活的。他说所以你如果是这样的话，爸爸妈妈也接受，爸爸妈妈希望你快乐。我跟我的前任是在上海认识，然后上海交往，通过朋友的聚会还蛮聊得来的，后来就好了嘛，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那么当时因为他的家人在北京，然后有提到说要去北京找父母一起生活这样子，那么我们就考虑这个可能性。上海人嘛，你也知道很多上海人是不离开上海的就你知道从小到大你生活的环境，那么最后决定还是想在一起的，就花了很大的决心从上海搬家，
开了车，整个东西装在车里面，带了一只猫，然后就一起去北京生活。其实都还蛮开心的，因为觉得好像感觉挺稳定的，在这个城市里面也是算安定下来了，然后有自己的朋友，然后家人也在身边，然后时常的会有走动或者怎么样，就是你觉得这个生活还算是比较理想比较安逸的。他妈妈也会鼓励他说你要走这条路也可以，但是你最好要有个小孩。不管怎么说嘛，可能老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我们家没有，那么所以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而且当时我是很多年前我就在想，我要走这条路的话，我基本上就不会去考虑小孩的事情了。我从小很喜欢娃娃什么样，我是一个就是蛮女性化的女生，就喜欢娃娃画画玩过家家。那我是做过这个决定的，走了这条路我肯定要放弃有一些东西，那就是这个。一开始他是不愿意的，觉得说没必要吧，就这个事情本来也没有想说特别喜欢孩子。经过他妈妈的一些提出的建议啊，然后突然有一天觉得说要不我们也去弄个小孩吧。我是觉得人在不同的阶段你的需求会改变的，他可能那个时候不想要，过了2个月他经历过什么事情之后，他想说要也挺好，你要小孩好啊，我觉得本来我也很喜欢啊，就是如果我们能一起要小孩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其他的事情去可以做，而且我本来想好说要放弃的这件事情可以不用放弃了，我就觉得很好，很 OK。我常听到人家说就是怀孕很痛苦啊，就很怕生孩子，我觉得很难理解，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我觉得你对这个孩子的企图不一样，你可能对这件事情看待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我们很期待孩子来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对他有很高的期望。孕吐啊，然后当时孕期还发烧了，不能吃药，其实是很痛苦的，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在怀孕，你就觉得终于就是能当妈妈啊，这种感觉你觉得是这种体验，你不怀孕你是感受不到的。我也不害怕，哪怕之前打了好多的针，但是你成功了，你就会有很多的期待在里面，觉得还是很高兴的。他先移植了一个男胚胎，所以我移植了2个，我最后移植的是一个我的男胚胎跟他的一个女胚胎，所以我们1人1个胚胎都在我肚子里。2个胚胎进去之后，一开始心跳都有了，大家都很高兴嘛，就是孩子也不怕多，你想家族大一点也挺好的，既然你们已经做试管了。后来就是在第8周的时候，有一个胚胎停育了，就它不发育了，只剩1个胚胎是健康的，在产检的时候知道的。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还挺难过的，因为我想说起码有一个孩子不能成活，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伤心，倒不是在意说这个是谁的。然后他当天就马上也告诉他妈了嘛，然后他妈也就说不要紧的，反正大家都是一样的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反而希望说可能留下来那个是我的，这样子就可能对我更好嘛，也没关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2个孩子了，对吗？他那个是很健康 OK 的，我这边还有一个。因为你想说我们一个家庭已经有2个孩子多了不起啊，不管是谁的胚胎都是好的，对吧？接下来其实整个孕期过程都很好，特别棒，互相扶持啊，互相照顾。可能我吐的时候他不吐啊，他可以给我递毛巾啊，递水啊，对吧？然后他可能走不动路啊，像后期他走不动路了，我们一起在超市里面购物，我就推着轮椅，我也大肚子啊，我8、9个月，他9个月，然后我就推他，就其实挺好玩的，我觉得整个过程，你这种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你知道吗？你觉得非常的有趣，你在体验一种就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历的事情，本身还是觉得很开心、很骄傲，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自己能够去做特别好。甚至我觉得这个过程下来，你们俩就更多的像战友了，包括前面的去做啊，包括失败啊，你一起扛过去啊，在面对后面你们又成功了，怎么去分享这些喜悦啊，那段时间其实你是会觉得孩子让你们变得更好。儿子先出生的嘛，生的时候妹妹还在我肚子里9个多月，因为后来有查出来了，所以也觉得很好，因为儿女双全嘛。
我也是陪产嘛，但是他是剖腹产，剖腹产之后马上我第一时间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第一眼看到孩子我就哭了，就是特别的激动，你知道吗？就本来在肚子里，现在就是很活络的已经被你抱在手里了，我觉得哇，这个体验真的是好棒，太棒了，而且妹妹还在我肚子里踢，你就觉得当妈妈的感觉太幸福了。然后到我自己的话，我是顺产的，也是可以上无痛，所以我觉得不怕，就这样子。那但可能他过了预产期还没出来，就稍微有点急，就不知道会不会孩子不好或者怎么样，其实还是有各种担心的。打了无痛之后，我自己也使不上力，还是让他自己开宫口，所以又等了很久，在我当中就还是有一点点焦虑的，也哭了嘛，然后他也安慰我说都已经这样，不要担心了，我们就让他自己来就好了。孩子出来之后马上就抱到我身上嘛，然后我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让他来贴近你的肌肤，我就还是很感动，你知道吧，小朋友，就是他跟你10个月在肚子里面的那种感觉之后，他现在就在你身上了，就很微妙，又感动又幸福这种样子。拍照啊，然后反正就是照片上面我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就是傻傻的。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你不能说是谁做了不对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你们2个人相处当中发生了问题，你会有很多冲突矛盾，你也会想到以前有好的事情怎么又回不去了或者之类的，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感受。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就是小孩都睡着了，我们2个人在客厅看一个综艺，是讲夫妻这种综艺，你知道我们也看。然后他突然说，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生活能打几分？我们现在的关系。我说我想了一下，因为确实好像有很多的矛盾啊或者怎么样，但我们还是在一起。那我觉得说60吧。他说跟我想的差不多，及格不高，但是我们还是作为一个家庭的整体在磨合。但是这当中肯定是有很多的问题，只是你没有去细想。我不想怪孩子，我只能说事实呈现出来的就是说，你们有了孩子的家庭生活更矛盾更明显。就比如说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全力照顾小孩，那我会去给小孩添置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那他对你花钱花在什么地方，他就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觉得说你这个不应该买或者那个不应该买。那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到双11，小孩那个时候1岁吧，刚刚会走路还怎么样，我说要给孩子买鞋咯，然后或者那个时候正好是在搞活动的时候，我给他们女儿2双，儿子1双，然后他就觉得你为什么买这个鞋？我说他们还没有鞋。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个精力花在家庭上的话，他有些事情家庭当中要发生的事情，他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我们的分工是我在家里照顾小孩，然后就是照顾家庭，然后他想出去，他想改变自己的一个社会的角色啊，这样子。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他主外我主内这样的一个分工方式。全职家庭当妈妈，有2个小孩嘛，用了1个阿姨。那我觉得我的角色很重要，甚至就是阿姨，我觉得她的工作也只是帮你做饭打扫，你不能假手于她帮你教育孩子和看顾小孩。带孩子的乐趣肯定大过劳累的，因为他们这2个孩子是从开始你就期望他们来到的，对吧？你看到他们就那种奶乎乎啊，然后就哪怕他笑了或者是怎么样，我都觉得好可爱啊。就是你只要看着他们，你就觉得幸福。我的期望是说用1个阿姨，那我们俩一起在家可以就是照顾孩子多一点，那么也希望你在家的时候多陪伴他们或者怎么样。但可能他比较愿意出去学习啊、社交啊或者怎么样，有时候可能在家的时候少，也有陪他们玩啊，或者是正常的换尿布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可能比我期望的要少，只能这么说。过年的时候我带孩子在我爸妈家过年，他来了也就待了2-3天吧，他就想走了。那我想说你可能有事情，你不愿待你就走。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他走了之后呢，他跟我说去的是 A， 然后我在手机上面看到他订的票是去了 B。
那我就很奇怪，你跑到哪里去了？因为它是一个跟你毫不相干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就是都用基本上一个账号或者怎么样，它的订票我都看到了，就突然打开来之后有这么一张订单，我这个人憋不住，我想说你发生这么奇怪的事情，我肯定要问你。他有点急，我说那你跟朋友见面了吗？他说没见面，人很多，我们还没碰上之类的。然后我又去找朋友问了，我说你们见了吗？他说还没有见到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没有把这个事情真的就是落实到，就是真的让自己消除疑惑嘛。但我带着孩子，我也没有办法说就是真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实它。然后他就有点气急败坏，他说你怎么胡思乱想呢，或者怎么样。那我说这个东西是事实存在的嘛，而且还有酒店的一个订单。那么当天我们就说先不要吵这个事情，他也没有给我一个回馈说朋友就在身边啊，你跟他讲话啊，或者就是说你怎么老是麻烦人家或者怎么样。我也很委屈，我想如果是你说的是真的话，你跟我说明就可以了。那后来经历过这件事情呢，我想说先按下不表了。来我们就说你们要不先回家吧，因为那时候我还在我妈家嘛，然后说要不先回北京吧，到北京你就好了之类的，就没事了这样子。我说也行，那起码一家人要在一起嘛。反正就带着2个孩子回北京了。第2天他就说走，我们出门买菜。你今后有什么打算？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什么有什么打算？他说我们还是分开吧。他在我眼睛里面是一个性格比较强势的，然后他是很有自己想法的，自己判断的，决定了就是决定了的这样的人。其实在我看来，哪怕我们可能相处起来的模式好像有点就是倾斜度，但我觉得我是 OK 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个辅助型的人，那他又特别能拿主意，我其实觉得 OK 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你知道你们之间有问题，但是你还没去细想这个问题，对方已经提了分手，有点懵，然后又有点害怕的，代表着就是我们本来的生活状态要改变了，就是我跟孩子的一个生活状态要被改变了。我对他的要求就是说我不想跟孩子分开，这是可能我当下的一个很本能的一个反应。你想分手我还拉着你过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孩子，我不想跟孩子分开，这是我的原话。没问题呀，你现在可以带着他们啊。我没多想，当时我接受你要跟我分手这个事情我还没消化呢，对吧？我没有办法去想我后面的事情，我只能让你保证说我不想跟孩子分开，孩子就还是我最大的软肋嘛，所以我就当下也没有做出真正很了不起的决定，所以还是跟孩子一起又生活了8个月，继续在家里带孩子，每天跟孩子朝夕相处。我跟孩子之间没有任何变化，只是说跟他还是有变化的。那么我是专注于孩子的嘛，所以我觉得也行，但是会想着说后面要怎么办。考量的问题是说，如果我们要分开了，我怎么样才能跟孩子继续在一起。如果说参考异性恋的状态的话，其实你们是可以互相照顾的，就哪怕可能孩子跟着你的话，我也可以在附近啊，或者是怎么样继续生活，然后周末什么样陪孩子啊，或者怎么样看望他们，就是你们可以去协商这个操作方式。有谈过1、2次，就是说以后我们怎么样相处，或者是怎么样一起照顾孩子。我其实任何的事情的考量都是孩子放在前提的。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想催着我去改一些证件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女儿的出生证明上面我是母亲，他有提到过想让我去改出生证，我就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你就觉得好像有怕被他哪个地方好像是推着你去做一些你可能会后悔的决定，所以整个过程里面我都感觉很不安全。但起码眼下你还是跟孩子在一起，我觉得至少这件事情是可以的。
我觉得我不舒服，我委屈一下就行了，但是孩子在眼前。然后突然有一天是好好的就在家里面，然后他就把我叫到另一间房间去，就说你今天就搬出去。我说我好像当时都说不出话来，因为我觉得他当天的那个态度就逼死你了，我就觉得就被他逼死了，你知道吗？那我就觉得可能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就是你要做出一个很大的决定了，就是我该怎么样去怎么说呢，就是说怎么去化解现在这个矛盾，让我不用跟孩子分开来。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先是打了个电话，然后朋友就建议我说跟他不要矛盾冲突或者怎么样，然后缓一缓，压迫感太强了，而且孩子就还天真无邪的在房间里面玩，就当不在一个房间里啊。那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就提出来，我说我先回一趟家，先跟我爸爸妈妈商量一下。他让我走的那一天，他有提过说你要么把女儿带走，但是他紧跟了就 PUA 我了，他就说但是你会毁了他一生的，你把他带走的这个决定是自私的，你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如果说你把他带走之后你还告诉这些事实真相的话，他有一天来找我，我不会认他的。这是他原话。对，我肯定是有动过带女儿走的心思的，当下的时候，因为我还是想到哥哥妹妹是个整体，如果说真的像他说的以后女儿想回来找哥哥或者怎么样看不到了，我觉得对他伤害太大。他们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性格不一样，爱好或者是偏向性都不一样，他们在我心里是独立的个体，但是情感上面来说他们是完全一样的。我没有做，然后只是出门的时候把女儿就出生时候的就是兔子带走了。对，就他出生时候的兔子。那天2019年11月25号，我想着还是要回去的，但是我是很在意说你每一次都要好好的跟孩子告别，哪怕你出去一小会儿你要跟他说明白。所以每个人我都跟他们单独说了。女儿她还有点就处在一个玩的一个心情里面啊，然后还是跟他说了2句，我说你乖乖的，我回来找你或者怎么样，妈咪出去几天就回来啊。然后他还有点不在状态，就继续再去玩了。我的儿子他其实有点挺敏感的，然后我就抱着他，我就跟他说，我对他说的比较多，因为他真的有在听我讲。我就说妈咪要离开几天，然后我特别跟他说，我说你要记得妈咪跟你讲过一本书叫《看不见的线》，就有一个绘本，我一直有在跟他们讲不同的绘本嘛。那本绘本就是他会让我反复讲，就是讲妈妈跟孩子之间有一个纽带，你看不见的，它始终都在。那我又跟他讲一遍这个事情，我就跟他重复，我说你要记得哦，你跟妈咪之间有看不见的线，哪怕妈咪不在，这个都是在的。然后他真的很乖，他说知道的妈咪之类的，他就给我很多反馈，然后很乖的就窝在我的怀里面。然后我觉得其实回想起来，我当时都不知道那天真的就是跟他们最后一次见面。